他是三角洲里的外交大师，也是夺舍赌桥炸撤离点绝对不会挨骂之人。不仅将国服玩法带到日服发扬光大，甚至跟樱花妹玩起了嘎啦 game。他就是征战在日服前线的抗日奇侠包子。别的鸟兽兽赌桥不仅要带上全家福，游戏结束后还有人加好友送祝福，而包子赌桥不仅不被骂，网友们还要拍手叫好，这得是多少鸟兽兽玩家的一辈子啊！包子不挨骂，是因为他玩的是日服三角洲，不管是修脚、夺舍还是炸撤离点，受害者都是日服玩家。这波是有点阴招，都使在对付日本玩家身上。在这条赛道上，包子绝对算是开创者了，能想到这个玩法，也与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。包子的互联网生涯始于2021年，在加入三角洲之前，他其实是一名方舟玩家，不过是方舟生存进化那个方舟啊。在游戏里，包子最喜欢干的就是帮老外借网瘾，而且还主打一个零成本，用腐主的材料造C4炸药，再把腐主的房子夷为平地。都说凶手喜欢回到犯罪现场欣赏自己的作品，每次帮腐主戒网瘾后，他都会悄悄来到附近，聆听腐主声嘶力竭的呐喊。在这个时期，包子就已经是一个纯正的魔丸了。虽说方舟这游戏热度始终是居高不下的，不过包子这个系列内容有点单调，每次都是大差不差的炸服方式。一开始看很有趣，但看久了，观众们的新鲜感也就过去了。所以包子选择再沉淀沉淀，直到2024年8月，随着那个游戏的横空出世，包子也重新活跃在互联网上。这个时间点，想必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游戏了。没错，就是黑神话悟空。包子做了几期教学视频，从这也能看出来，包子的游戏水平是相当在线的。游戏发售第2天就已经打到小白龙了，不过这毕竟是个单机游戏，热度不可能持续。在更新了几期后，包子继续沉淀了。后来三角洲横空出世，一跃成为现象级 FPS 游戏。看到别的主播做三角洲视频做的风生水起，这给包子急的是团团转，也想赶紧做视频圈米。哦，不对，是想赶紧给观众们带来欢乐。在苦心钻研之后，包子发现游戏里面赌桥和夺舍之类的玩法，跟自己之前在方舟里面的传统异能有点像，是属于自己的舒适圈。但问题是，这种行为被玩家们称为 CS， 想要做大做强很难，而且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以及抗压能力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三角洲是有国际服的，那在日服里面夺舍日服玩家，那不就完全正确了吗？2025年7月3日，包子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日服之旅。一开始包子手法还有些生疏，只是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蹲着等待夺舍。本以为自己这行为已经很 CS 了，没想到在日服还遇到赌桥的鸟兽兽了。天真的包子还想打暗号，心里想着对方可能是买错枪买到了联狙，又选错角色选到了鸟兽兽。本来想打大坝，结果不小心开成了航天基地，由于害怕只能躲在桥上呢。结果对方确实回暗号了，不过对面码枪了，暗号打头上了。接不接暗号？不接暗号。打这之后，包子也是彻底黑化，开启了夺舍100个日服玩家的挑战。众所周知，作为一名中国玩家，你可以没有强劲的实力，但绝对不能不会游戏里的骚操作。咱不说别的，就0号大坝的 B 排点位你就学吧，除了地图到不了的地方，全图都得提防着随时可能出现的老六。日服玩家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？被包子夺舍后，脸蛋直接变得红红的。游戏结束后，也是加上好友送上亲切问候。だから知らねえぞ。お前らに告知し。俺を返せ！おいてめえらさ、ふざけんじゃねえよ。なんなんだよ、装備飛んじゃねえよ。おい、マジてめえキモすぎる、マジ。ザコ。包子这次也是吸取了方舟时期的教训，一味的夺舍的话，观众新鲜感容易过去，必须得整点新活，这样才能给观众们带来更多欢乐。而缘分有时候就是如此奇妙。在一次夺舍中，包子遇到了一个穿刘涛打大坝的露娜，果断卸腿夺舍。游戏结束后，对方也是毫不意外的申请好友。包子原本都打算开启战斗模式，激情开麦互喷了，结果传来一个委屈巴巴的樱花妹的声音：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Can you play with me？啊，妹子也是被包子的阴间打法帅到了，准备拜师学艺。而包子一听是甜妹音，直接被吊成翘嘴了，当即决定带对方一起打。为了跟阿亚酱无障碍沟通，包子也是斥巨资搞了一个实时翻译器，顺便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活全都交出去了，各种夺舍点位和炸撤离点心得倾囊相授。在包子的悉心教导下，阿亚酱很快也成为一个夺舍大师，天天跟着包子一起在日服里面抗日，有点阴招都用给自己的老乡了。On time。好炸！
这声板仔属实是觉醒民族天赋了。包子用心教，那阿亚酱也不能差了意思。在阿亚酱加入后，包子才算真的什么都不缺了。以前被夺舍的日服玩家加他，上来就是口吐芬芳，奈何双方语言不通，根本听不懂对方说什么。但对于阿亚酱来说，这纯家乡话啊！每次听到有人骂自己的恩师，都会激情开麦互喷，维护包子。さっさと死ね。クソゴミがよ。死ね。クソシャビ。よし、素晴らしい。Nice。这手艺没白教。在阿亚酱之后，甚至又来了一个咩姆酱拜师学艺。都说一碗水难端平，3个人在一起，俩人就难免会为了包子争风吃醋，都想独占包子。先生、こうやちゃんと遊ばないで私とこうやって遊ぼうね。不行。是吧？也是让包子这小子好起来了，都能在三角洲里玩上嘎啦 game 了。